神物树庭，滋养知识的学府，诞育哲人的摇床。这里走出过无数的先贤学者，在翁法罗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其中有这么一位，他在诘问理性时，以自身为鉴，划破虚假的帷幕，点燃真理的光焰。世界的真实因他而重见天日。本期的走进星穹，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物树庭七贤人之一，末世的学士纳克夏。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昏光庭院首席医师，同时也是神物树庭的助教风锦小姐做客本期节目。我本该对尊敬的女士脱帽致敬，但今天情况特殊。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走进星穹节目，我特别喜欢这档节目，尤其是米宝，我经常看你哦。米宝，真是个令人心动的称呼。哎呀，什么时候吉米我在翁法罗斯也有粉丝了？米宝看起来又软又白，谁会不喜欢毛茸茸呢？毛？我现在可听不得这个词。你不会是也要拔我的毛吧？我最珍贵的那一根已经被人顺走了。这事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进入正题吧。我们有幸拿到了一份珍贵的教学资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纳克夏老师的教学风格吧。纳克夏是智识命途的风属性角色，他为人温柔，治学严谨，但你若实在没有慧根，那他也略通一些拳脚。释放普攻，纳克夏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风属性伤害，因为行气流浪的能指的影响，纳克夏的普攻会额外恢复一定能量。释放战技，纳克夏先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风属性伤害，随后对随机敌方单体造成数次风属性伤害，这些伤害会优先弹射到本次战绩尚未击中过的敌方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场上敌人的数量越多，战绩所造成的伤害越高。本以为纳克夏老师只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没想到出手也是如此的老练。老师认为，追求知识不能停留于纸面，唯有实践和考察才能出真知。哈哈，以理服人嘛，这我熟。没错，老师总会像微风拂面般说服对手。每当纳克夏击中一次敌方目标后，会为目标添加一个持续一定回合的随机属性弱点。当目标拥有的弱点达到一定数量时，会陷入质性揭露状态，纳克夏对其造成的伤害将会提高。此外，纳克夏对陷入质性揭露状态的目标释放普攻或战技后，还将对该目标额外释放一次战技，该次战技不消耗战绩点。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行气流浪的能指的影响，回合开始时，若场上不存在处于质性揭露状态的敌方目标，则立即恢复能量。黑潮之下，翁法罗斯危机四伏，到处都潜藏着可怕的敌人。但对于纳克夏老师来说，无论多么可怕的敌人，都不过只是炼金材料而已。而且还不是随便什么敌人都能有这个殊荣呢。哦，是吗？嘿嘿，真替他们感到荣幸。此外，行迹必要的留白会使纳克夏根据我方队伍的智识角色数量提供不同的强化效果。当队伍中仅存在纳克夏一名智识角色时，纳克夏自身的暴击伤害得到提高。若队伍中同时存在纳克夏及至少一名其他智识角色时，纳克夏会使我方全体造成的伤害提高。释放终结技，纳克夏会使敌方全体陷入升华状态。在升华状态下，敌方会同时被添加一共7种属性弱点，该效果将持续至目标回合开始时。随后对敌方全体造成风属性伤害，真是厉害。不过作为一位学者，竟然随身携带那么凶险的武器。那是教具啦，米宝。老师随身带着教具，很合理吧？释放秘技，纳克夏会使一定区域内的敌人陷入持续一定时间的恐惧状态。恐惧状态下的敌人会向远离纳克夏的方向逃跑。我方主动攻击陷入恐惧状态的敌人，会视为利用弱点进入战斗。而进入战斗后，敌方每个目标都会被添加上攻击者属性的弱点，持续一定回合。哎呀，真不知道纳克夏老师追捕逃课的学生时，是不是也这么咄咄逼人？那逃课恐怕要变成逃命了。
好，总结一下，真正高明的学者从不寻找突破，他们只创造突破。纳克夏老师擅长为敌人添加弱点，并给予其制裁，其所有攻击都可为敌人添加新的弱点。当敌人的弱点达到一定数量后，纳克夏对敌人造成的伤害还将获得提升，并且还会触发一次额外的战绩。高频的群体攻击以及为敌人添加多个弱点的能力，使其能辅助队友处理多种类型的战场环境。好喽，虽然纳克夏老师是如此的严厉，但是对于广大学生来说，能在他门下学习绝对是一种荣幸。这不，有一对求学者前来，让我们看看纳克夏老师准备了什么样的考题吧。这场面试出动了豪华的考官阵容，其中就有某位寰宇闻名、举世无双、天上天下第一伟大的女士。那么很明显了，尽快叠满这位唯一真正大天才的解读，便是考官们首要考虑的出题方向。而要如何快速叠满解读呢？就让我们来看纳克夏老师的表演吧。进入战斗，虽然敌人首先发难，但是身上已经被添加了一定层数的解读。但此时敌人的解读层数还远远不够，好在纳克夏老师出手了。他释放了终结技，使敌方全体陷入升华状态。敌人在被添加上了7个属性弱点的同时，也陷入了智性揭露状态。面对陷入智性揭露状态的敌人，纳克夏老师丝毫不手下留情，在对其释放普攻后，紧接着他又补上了一记战技。这一连串行云流水的攻势，为敌人施加了多层解读，这让天才俱乐部第一美神随后的攻击更具威胁。在纳克夏行技的加持下，智慧极限难以用宇宙度量的女士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送走学渣。可这几位学生不依不饶，仍要求补考。诲人不倦的考官们决定满足他们这个要求，但是他身上还有若干弱点存在，所以智性揭露状态并没有消失。纳克夏老师随即释放战技，同时触发了天赋的额外效果，又一次帮助纵横寰宇全知全能唯一真正天才对敌人叠加了多层解读。当解读层数到达42次之时，盛世容颜的伟大女士又一次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宇宙的终极真理在此揭晓。很明显，这些学生完全招架不住几位考官的连番提问。噔噔噔噔，考试结束，下课收卷。哎呀，节目又到了尾声，不过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听说风景小姐在神物树亭担任医生一职多年，不知道能不能治好我的脱发。米宝，你怎么秃了？那还不是你们那个破神谕，说什么至高的丝线藏在那数十万人欢笑的会堂，合着那至高是我头顶的意思啊。没事没事，这在神物树亭可太常见了，毕竟树亭里都是聪明人，一个个研究的用脑过度，脱发什么的太常见了。哦，这难道就是聪明绝顶吗？内服外用，1周就好。等等，纳克夏老师难道也……